中国已经具备统一台湾的能力，为何迟迟不动手？台海问题是横在两岸人民心中的一道坎，也是牵动当今世界国际秩序的一个焦点问题。自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以来，两岸之间经历了战争、对峙、危机、开放等种种状态，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台湾当局也始终没有放弃与美国合作，对大陆多有防备的政策。尤其是2016年蔡英文率领的民进党绿营力量上台后，台湾当局加大了亲美远陆的政策，与大陆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不仅有意减少两岸之间的贸易份额，还在2020年之后终止了陆客来台的观光旅游。此外，台湾当局还在近年来多次购买美国武器，试图扩充军力，加强以武拒统的底气。可以预料的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海地区斗而不破的局势都会继续维持。那么，如今的大陆有能力迅速拿下对岸吗？一、大陆有能力完成统一。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从军事、经济的角度的来看，大陆完全有能力拿下台湾。在军事上，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陆对于台湾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完全有能力在战斗中击败台军，直接拿下全岛。当前，台军总兵力只有 21.5 万人，地面部队只有13万多人的陆军和1万多人的海军陆战队，他们不仅规模小，人数少，而且自1995年以后一直面临兵役期缩减、战斗力退化的问题，导致台军士兵大多缺乏训练，也缺乏战斗意志，被人戏称为草莓兵。而解放军的地面部队数量超过100万人马，建立了健全的3级动员体系和兵役制度，军人的训练水平也远高于台军。在地面部队的技术装备上，台军虽然拥有1000多辆坦克、195架各类直升机、5000多辆装甲车，但除开直升机较为先进，有美制A64、A1这些一流直升机之外，大多数技术装备都很老旧，属于冷战中期的水准。比如台军的 N60 坦克就属于连 59D 和 T72 都打不过的说准。相比之下，解放军陆航部队至少有1100多架直升机，仅96、99两种第三代主战坦克就有3700多辆，各类装甲车的数量更是多达2万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可以压制台军的技术装备。在空中力量上，解放军的4代战机以最新美标为准，数量超过了1200架，且大多是年限较新的战机。解放军还有数量接近200架的歼20隐身战机以及若干预警机、电子战机，即便遇上美军也有一战之力。而台军的空中力量只有550多架飞机，而且大多属于80、90年代购买，制造的机型老化问题比较严重，其作为看家法宝的140架 F16 和 B 战机在性能上也落后于大陆的苏30、歼16、歼10C 这些4代战机，已经很难夺取制空权。而在海上，两岸之间的差距更大。解放军不仅拥有2艘形成战斗力的航母003下水卫服役，还有3艘2栖攻击舰，还有39艘神盾驱逐舰、94艘护卫舰和75艘潜艇，整体实力仅次于美国海军。而台湾的海上力量则以退役的美军舰艇为主，其核心是4艘几德级驱逐舰加10艘佩里级护卫舰加6艘拉法叶级护卫舰加6艘诺克斯级护卫舰以及若干小艇，不仅数量少，而且在质量上也落后于解放军，面临没有实战潜艇、没有盾舰、没有导弹垂发的境地。在这种海陆空3栖都被大陆压制的情况下，只要大陆发起军事行动，台军将无力阻挡，以武拒统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在经济上，台湾的经济早已与大陆连为一体，台湾的经济民生已经离不开大陆。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大陆，2021年两岸贸易总额高达3283亿美元。台湾的半导体、电子、机械产品最大的客户就是大陆，台湾企业最大的投资对象也是大陆，并且与大陆之间的贸易是台湾获得美元外汇的最重要渠道。比如2021年的两岸贸易中，台湾就以2500多亿美元的出口额拿下了大约17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在两岸3通之后，台湾的大量农产品也主要面向大陆销售。一旦两岸关系恶化，
台湾要承受的经济损失将是难以承受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已经拥有绝对军力优势的大陆始终没有立刻下手实现统一呢？二，问题尚未解决。之所以没有马上统一，主要还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如果现在立即统一，两岸之间几乎不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而是要发生战争。但只要发生军事冲突，必然会带来流血牺牲和物质损失。台湾虽然军力较弱，但也不至于抵抗能力为零。解放军如果与台军交战，很难不出现伤亡和装备损失，这是大陆方面不想看到的。而如果是台军士兵和平民出现伤亡，同样也不是好事。毕竟中国大陆一向视台湾民众为同胞，不管谁出现伤亡和损失都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台湾作为宝岛，其人均 GDP 高达 3.3 万美元，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也很高，是一块富庶之地，非常值得开发。台湾还有一批全球知名的企业，诸如台积电、鸿海、广达、华硕、台塑等都在业界具有很高的地位。如果能用和平手段解决两岸问题，这些企业对于中国提升半导体实力、突破芯片卡脖子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而一旦发生战争，无情的炮火对经济只能带来破坏，大量的台湾企业和投资者将会因为战争的缘故撤离资产，导致资本外流，经济生产遭到破坏。谁也不想看到台湾繁华的城市受损，看到公路、机场、建筑等基础设施被战争破坏，也没人希望台湾资本外流。大陆需要的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台湾，而不是一个被战火破坏的台湾。第二，当下大陆与台湾的交流还不够深入，台湾政界和民间对大陆还不够信任，对于大陆的一国两制政策还不理解。尽管两岸之间都是同一种族、同一文化，但在70多年的分隔岁月里，两岸之间的了解并不够深入。许多台湾中老年人对大陆的印象来自于电视上的绿媒宣传，认为大陆依然贫穷落后，对大陆的印象趋于负面。而台湾的年轻人经过了90年代李登辉的本土化教育改革和陈水扁时代的教材改革后，对大陆的历史人文缺乏了解。台湾的网络上也充斥着各种独派的信息，这自然会让岛内的年轻人对大陆缺乏认同感。如果在当下立即进行武统，岛内的民众很难理解大陆的行动，岛内社会也可能出现恐慌情绪，被独派乘机利用，使得岛内民众加深抵触心理。岛内的一些政客，尤其是统派力量占优的蓝营，也会陷入尴尬的境地中，不利于促进两岸的团结。第三，立即统一两岸，可能会在国际上带来巨大的影响，使得美国、日本等势力对中国蠢蠢欲动。台湾是美国岛链战略的重要一环，处于第一岛链的中心地带，具有连接日本列岛和菲律宾群岛的作用。台湾海峡以及台菲之间的吕宋海峡还是重要的黄金水道，关系到日韩、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海上生命线。中国一旦实现两岸统一，美国的第一岛链将丧失作用，第二岛链的关岛也会直面台湾东部的深水港，这对于美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更何况美台、日台之间的关系在近年来逐渐升温，这两国都表现出了对台湾当局的支持，明显不会对台海问题不管不问。美国在持续派遣军舰、飞机非法穿越台湾海峡的同时，还在2022年12月由参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计划在未来4年对台湾提供价值100亿美元的军事财政援助，并给予台湾特定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而美国的盟友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则表示愿意在台海发生战争时允许美军从菲律宾支援台军，这意味着美国已经打定了武装台湾、介入台海局势的决心。此外，日本对台海问题也非常关注。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都曾表示就是日本有事，他们认为一旦台海发生冲突，日本就有理由解禁集体自卫权，派遣自卫队随美军介入。而一旦美国、日本在台海问题上深度介入，必然会给亚太地区的和平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因素。不管美日是否会因此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都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牵制美日，比如向商船派遣军舰护航、集中军舰、导弹和飞机威慑美日。
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还没有达到超越美国的地步，与美日发生这种程度的冲突，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总而言之，当下中国大陆虽然国力、军力比对岸占据了绝对优势，但立即统一，尤其是武统的时机并不成熟。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大陆应该坚持以和为贵、和平手段优先的策略。毕竟，武力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两岸民众都是中国人，谁也不想看到兄弟阋墙。